在是就是要吃喝玩乐。Hello， 大家好，我是妍琪，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久没有讲这句话了，我的天，真的好久不见了。2024年，我在这里提早祝大家新年快乐，欢迎回来。对，那今天要做的就是2023年年度最爱小说合集。其实我去年特别的忙，所以我的合集呢其实没有很多。我就筛选了4本书，因为我来来走走看了10几本，但是选下来4本书我觉得最好看。好，那么我们就事不宜迟，开始吧。在开始之前，不要忘了订阅、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还有关注我的 IG 和 FB。好了，我们开始吧。那第一本，我电脑出来了，我还写了脚本。那么今天第一本呢，其实排名不分先后啊。这本书我当初刚看广播剧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喜欢，但我也不知道鬼使神差的点进去看了这本小说，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好看，就是我只喜欢你的人设，智楚大大的。怎么说呢？我只能说真香了吧。这是一本娱乐圈文。我其实很少看娱乐圈文，所以我觉得能碰上一个好看的娱乐圈文是真的很难得的。好，那么故事的开始呢，简单来说就是夏习清单方面的就是看上了周志恒的脸。就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很对他的胃口，然后他就可能想和影帝来一个完美的邂逅，可能再发生一点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就是计划可能真的赶不上变化，然后一个不小心让影帝发现了，就是让周志恒发现了他的真面目，就留下不是很好的印象。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渣男这个形象。然后接下来让他们交集变多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他们用偶像和粉丝的这个身份一起去参加了一档真人秀节目，类似密室逃脱之类的。这里不得夸一下大大，真的是情节写得很好，很紧凑，然后很紧张，看得很爽。然后周志恒他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心里就说我要远离这个人，但他又能在我想远离这个人的同时自我攻略，远离吧又远离不了，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一开始就说我要对这个夏习清敬而远之，他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当他知道夏习清怕黑的时候，又下意识的摸住了人家的手，然后就说哎呀，他的秘密只有我知道，但这么脆弱的夏习清就只有我知道，就反差就很爱。后来他们就一起参演了一部电影嘛，然后从而慢慢的互相了解，看到了彼此都不太一样的一面。对，然后就是他们你撩我，我撩你，然后毒舌，但也不至于毒舌，但是就是他们的相处，他们了解的这个过程，大概写的很有意思，也不会说很因为是日常的情景，然后让你觉得很枯燥。然后夏习清的变化是最戳我的一点，就是他从一开始的撩拨挑逗，然后再到后来他渐渐的发现了自己对周志恒的感情，然后从而他惊讶，然后想逃避，然后再一步一步的沦陷，这过程真的非常的赞，像看两燕到相互相知到真正的沦陷，再到在一起，我觉得这过程写的非常的带感，又非常的好看，然后有揪心的点，有开心的点，有好笑就有搞笑的部分，就整个过程我觉得很享受，就感觉他们就是刚刚好，水到渠成，天生一对。给我的感觉就是吧，只有周志恒的温柔才能让一直活在自己保护壳里边的夏习清一步一步的走出童年阴影，然后抓住了全心全意爱他的周志恒。对，这部作品呢真的是很值得一看的一部小说，它文笔很流畅，故事线也好，人设都很好，然后三观也很正，智楚大大的三观就给我感觉就是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特别的适配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成为自己，而不仅仅是变成正常人。我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什么文字能这么的温柔，这么的美就每一句话很精准的落在我心中，化成一坨水我在说什么？书里面很多感人的情节，但是有一段是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说的一点，就是有一次周志恒生气了，然后他就抱着夏习清说我现在很生气，然后夏习清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抱我，然后他就说不然你就会跑掉，我怕我冷静下来后悔了，但我不想后悔，就差不多这样了，然后就觉得很戳我啊，就如果我是夏习清，我管他呢，先拐回家再说吧。是不是我也能拥有一个周志恒啊？好，那么其余的故事就等你们慢慢去开发，慢慢去发现，真的很好看，值得去看。这边我会播放几段，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句子吧。对，拥抱一朵玫瑰需要勇气和耐心，但我依旧想要拥抱那朵玫瑰，有且仅有夏习清才会让我产生保护欲。好，我们
们下一本吧。下一本呢，就是一本电竞文，全能中单，蝶之灵大大的。可是去年相对来说，我看电竞文的次数会比较多一点，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我在挖掘新的，就是比较冷门的电竞文。但是它为什么能从大众脱颖而出呢？它最让我喜欢的就是它对于游戏的描写，真的是绝子。故事的开始呢，就是叶少阳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穿越进了一个奇妙的 APO 世界。然后一开始他是带着他的猫在直播平台直播玩游戏的一个菜鸟主播，然后再通过对游戏，就是他们游戏叫神战，不停的摸索。因为毕竟他在他自己原本的世界也是一名职业选手，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好上手。然后他就有了在这个世界生活的目标，他想成为职业选手。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他的年龄在职业选手当中，因为他是比较高龄的了。所以他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就不停的练英雄、冲国服，然后练就了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成名英雄——深渊主宰。深渊主宰在叶少阳的手里真的是 YYDS， 所以他其实很快就和豪门俱乐部签下了合同。然后在来到战队的第一天，叶少阳他孵化成了欧米伽，然后池硕带着他去医院做检查，检查好了之后他出来，对着队长可怜兮兮的说：“队长，我一直记过敏，你能帮我吗？”然后队长就说：“怎么帮？”然后他说：“临时给个标记，咬一口，谢谢。”再知道真相，我真的没把我笑死。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呀？然后其实我们杨洋的人设非常讨喜，就以为他是一个娇娇嫩嫩的欧米伽，但没有想到他在现实中还有峡谷中是这么猛的一位选手。这种反差，还有他时不时拿来嘲讽别人的那个表情包，也真的很好笑。跳到这里想要入坑的朋友们，那就那么得给大家。他这本书呢，真是全的职业上比较事业上的电竞文，所以他对于游戏的描写特别的多。但是我自己觉得他的感情线是比较突然的，对我而言就莫名其妙的就在一起了，但就给我的感觉。但是他对于游戏的描写，我是真的很爱，喜欢看游戏描写或者事业上的人，可以闭眼冲。因为他真的是从季前赛、单人赛、季中赛、季后赛、全球总决赛、全国总决赛都有，什么什么赛都有，而且写的真的是巨细，比赛细节很燃，对电竞、对梦想的热情的感染力真的是写得很棒，然后也算是一本小群像文吧。反正吧，我是爱死隔壁战队姓方的男人，那个戴眼镜在报之什么咪的，他真的我超爱。然后其实我发现看小说的人都很多人雷 ABO， 但是他的 ABO 其实可以忽略不计，除了我前面刚刚有描述的那一点点，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ABO。但是如果是奔着去看感情线的人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但如果你是很爱像我一样很爱事业，就是电竞游戏描写的话，真的可以变冲。就是因为他游戏描写，我可以忽略他一切的缺点，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看。好，那我们下一本吧。下一本怎么说呢？也是一本电竞文。我真的看了很多电竞文，但今天的4本里面有2本都是电竞文。这一本呢也是相对比较冷门的吧，叫做《荣光》，龙气大大的荣光。它是一本真群像文，真的很上头。魏骁，前联盟新人王，现陪玩骚话满天飞的全能王。然后这么一位虐变荣光的职业选手，却独是 cos 的忠实头号粉丝。然后他的小号 ID 就是各种 cos 技术好 ，cos 体力强 ，cos 最持久，最喜欢 cos。果然是骚话小王子。然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天上掉馅饼的事，有人花了200万买了他1万局的陪玩。那是哪个大冤种呢？就让我们魏小小好好的陪小姐姐一起玩游戏吧，各种骚话满天飞，就是五杀归你，你归我，哎，这是什么呀？这魏骁的嘴真的会害了他。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位大冤种居然是被他放鸽子的他的前队长 FTW 的现任队长陆枫，全联盟最帅的神，以一己之力扛下人去楼空的 FTW， 只为了能带领赛区、带领战队再次站在荣光之巅。他真的是一个看见了会很 respect 的人，他真的是很有担当，然后很有勇气，也是一个看起来很冷漠，但是外冷内热的人。对，后来他不惜一切代价的把小小带进 FTW， 然后一起并肩作战。有了小小加入的 FTW 是全新的 FTW， 在战队里面他们是一起并肩作战的好队友，然后在生活当中他们是彼此唯一的依靠，真的很暖心。
群像文是什么呢？群像文就是要有一大堆配角，这才叫做群像文嘛。首先，我们 FTW 的5人，第一位我们的队长 Close 陆枫定心丸式的帅气担当，第二位魏潇 Quiet 是我们的骚话活力担当。这他们2个其实有一个组合名字叫做虐到你闭嘴还是什么，但我忘了。我后期再打上吧。然后第3位就是我们的小白菜 White， 在我心里他是一个沙雕爱钱的可爱小辅助。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宁子 Silvery 奶奶灰新人王中单。最后一位小乐乐，然后是我们的薯片第一射手 FTW for the Win， 他们都是最鲜活的存在。除了首发团队神之队，还有包括里面的每一个战队、每一个战队成员、每一个角色都很好，朝着目标梦想而努力的他们都在闪闪发光。缺点就是嘛，不管哪一个战队输，我都不想他们输。他们不能都赢吗？还有群像文不能少的磕 CP 环节，他们真的是随随便便每一个人都能搭 CP， 真的是 CP 大乱斗，每个人都有那种暗搓搓的 CP 感。我自己除了组 CP 之外，最喜欢就是睡舍和他的小辅助这一对 CP， 我觉得辅助是攻。真的，这是我最赞的 CP。有看过这本书的人吗？有的话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最爱的 CP。然后就是这本文其实有一点长，需要耐心慢慢的去看完，但是绝对很值得。它的游戏方面描写的也特别好，也很细节，也很刺激。其实我觉得没有玩过游戏的大家就也可以很轻松的 get 到它里面的游戏情节，但它比起全能中单的话，可能游戏描述上面没有到那么的细致，但是也是很多的，但相比全能中单就是没那么多。对，这意思很适合想要入门看电竞文的姐妹们。对，整体的节奏比较欢快，然后爱情线、事业线、感情线、家庭线写的都相对的饱满，非常赞的一篇电竞文。但是其实我觉得它相对于比较热门的一些电竞文，就是会比较稍微的冷门一点点。我今年推的这2本电竞文就相对的比较冷门，对，这2本都是，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发现他们的好。对，好，我们下一本，最后一本。飞来横拳，乌泽大大的小说。哎，为什么放在压轴呢？这是我对乌泽的偏爱。相对来说，我觉得在乌泽小说里面也是相对比较冷门的吧。好，乌泽大大的文案里面是这么写的。等一下，这是一个被渣男与骗子感人肺腑、感天动地、感冒发烧的爱情故事。开篇是施文渠被马亮刚从山里接回来，然后一回到来就有一个自称是施文渠的前女友的人来说他是个渣男，抛弃他们母子，然后他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位儿子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角方池。就是奇奇怪怪的缘分又来了呢。一开始相看2厌，到后来以身抵债，不情不愿的方池被遛着玩，然后不停的撩拨，并且这个孔彤的修狗有点小可怜。但是正所谓不破不立，我们小孙以退为进，让方池认清自己的内心。这整本故事的基调没有什么太高档起伏的情节，这是一如既往的乌泽风格，烟火气息满满，很平淡却又很温馨的一篇文。然后最主要的是主角的性格很讨喜，施文渠看着吊儿郎当的一个老男人，但其实他是个琴棋书画陶瓷样样精通的普普通通小天才。然后方池嘛，就是一个妥妥的年下小狼狗，一开始很口痛，然后后来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韭菜精了。然后就是出柜的情节，真的在我看来就超感动的，有苦涩，有挣扎，然后到最后放手，就是整个过程啊，让我真的哭得稀里哗啦的。方爷爷和方奶奶真的是太好了。他们真的，我看这一段的时候很感动，然后书中对2位主角的心思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描写都很细腻，然后就一如既往乌泽的我们，就是因为他的描写让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一个人在我面前，然后他所经历的事情我也和他经历一遍，真的很好看，去看，真的就很好看。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来欣赏乌泽大大的台词魅力。乌泽大大万岁。我就是喜欢你，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谁，像对你这样的喜欢。我这辈子还没为谁吃过醋，我要是感觉到有变化，就会走人。我喜欢你，就不会给别人机会。你也一样，你动摇了，我就会撤。不会给谁机会的。另外，你动摇了，我也不会撤的。哦，我觉得你真的挺好的，失去了我舍不得。而且吧，
我觉得我也挺好的，你错过了也挺可惜的。我不会撤的，我会想办法让你不动摇。就像买宝藏，挖个大坑埋深点，别人挖了好久都没看到，就会放弃了。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2023年度最爱小说合集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它不超过15分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别忘了追踪订阅我的 IG 还有 FB。好，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拜拜。